各位深夜刷到這裡的小夥伴，大家好，我是三更老姜。今晚的鐘聲好像比平時慢一點，每一下都像心跳越來越重。人這一生總有些心跳會在深夜裡不屬於自己。今晚這三則譯文那要半分誇張，卻偏偏是那些冰冷的細節能讓你深夜再也睡不着。膽小的現在關掉，不怕的裹緊被子，跟我一起往下聽。故事一：夏利紅衣影。年前和幾個初中同學湊一塊吃飯，酒過三巡，不知誰起了頭，聊起這世上到底有沒有鬼，吵吵嚷嚷爭到最後，居然全員達成共識，有，絕對有。其中一個叫小雪的女同學跟我們講了件她小時候的親身經歷，聽得人後脊梁骨直冒涼氣。小雪上小学那陣，北京街面上跑的出租車主流還是面的和夏利，她对门住的大叔就開着一輛黃色夏利跑出租。大叔離婚多年，一個人帶着女兒過，那姑娘正好跟小雪同班。小雪上3年級那年隆冬，放了學，她跟大叔的女兒在楼下院子裡跳房了。那姑娘眼尖，一眼瞥見她爸的黄色夏利停在院里，指着車对小雪說：“你看，我爸今兒收車早，都到家了。”小雪順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那輛熟悉的黄色夏利果然貼着斑駁的院牆停在路邊，車身落着一層薄薄的浮塵。冬日的傍晚來得早，天已經擦黑，院裡昏黄的路燈透過蒙着水汽的玻璃，在地面投下一片模糊的光晕。就在这灰暗的光影裡，小雪清清楚楚透過車後窗，赫然看見後座上端坐着一個穿紅色羽絨服的長髮女人，紅衣服在昏暗中扎眼得很。她嚇得渾身一僵，後脖子瞬間竄起一股涼氣，手腳都冰了。她使勁眨眼，用力揉眼，生怕是光線太暗看花了。可再看时，那女人依舊端端正正坐着，身子明明朝前，羽絨服的翻领、拉锁的金屬光泽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可本該是頭臉的地方，只有一蓬烏黑的長髮垂落，竟是後腦衝着前方。這詭異的景象差點把小雪的魂嚇飛，牙齒忍不住打顫。她戰戰兢兢拽過大叔的女兒，哆嗦着把人往車邊拉，聲音發顫地喊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快看看，後座上有女鬼！”那姑娘走到車跟前，爬着後窗瞅了半天，一臉狐疑，回頭：“你胡說八道什麼呢？車裡明明空無一人，哪來的女鬼？”小雪驚魂未定，湊過去再看，後座果然空空如也。剛才那個詭異的紅衣女人早就沒了蹤影。那天晚上兩人不歡而散，各自回了家，但小雪心裡100%肯定自己絕不是眼花。那女鬼當時就明明白白坐在後座上。這時過去大概1個多月，快到年根兒，突然傳來消息，司機大叔出了嚴重的車禍，那輛黃色夏利撞得幾乎報廢，大叔在醫院昏迷了半個多月，醫生都讓家屬做好在後半輩子可能成植物人的準備。大叔的女兒天天守在醫院，寸步不離，那是他唯一相依為命的親人。他就天天跟父親聊天，讀報紙，讀課文，硬生生把昏迷多日的父親給喚醒了。後來小雪聽那姑娘說，出事那天大叔拉了個遠道的客人，返回市裡時都快午夜了。他正往家開，突然看見馬路正中間站着個穿紅羽絨服的女人。車子快開到跟前，大叔驚恐地發現，那女人根本沒有臉，只有一頭長長的黑髮直垂到胸口。他嚇得魂飛魄散，心臟像要跳出胸腔，手忙腳亂猛打方向盤避讓。輪胎在路面發出刺耳的摩擦聲，車子失控衝向路邊，哐當一聲巨響，撞在圍牆上，玻璃碎片飛濺，車頭瞬間凹陷變形，他自己也被安全帶給勒得眼前發黑，險些喪命。大叔清醒後說，他昏迷的那些日子像墜入了無邊無際的濃霧裡，總有無臉女人在霧中朝他招手，聲音輕飄飄地叫他跟他走，好幾次他都迷迷糊糊要跟着那聲音走。就在意識快要渙散的时候，總能清晰听到女兒撕心裂肺喊爸爸的声音，那声音像一根救命的繩子，硬生生把他的魂从鬼门關裡拉了回来。
出租車師傅常年跑夜路、跑野路，難免會沾染些不乾淨的東西。現在想來，要是當時大叔能相信小雪這個小孩子的無忌童言，或許就能逃過這一劫。好在他跟女兒之間那份深挚的父女情，成一條扯不斷的紐帶，一頭拴着爸爸，一頭繫着女兒。這份生死相依的執念，硬是讓作祟的女鬼望而生畏，最終逃遁而去。出租車裡的紅衣魅影已經讓人心底生寒，但有些債欠下的那一刻，就注定要跨過半生才能还清。下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敬老院，一只黑猫和一段埋藏了半个世紀的因果。故事2：敬老院黑貓咒。我認識一位樓裡的老友，他跟我講了件自己大學時做志願者的往事。這故事從頭到尾沒什麼特別恐怖離奇的情節，穿插其間的詭異，看着都像巧合，可聽完之後心裡沉甸甸的，琢磨了許久，只剩一種難以言喻的壓抑。老友上大2那年報名參加了社區的志願者活動，主要任務是每周去一趟敬老院，給眼睛不好的老人家讀讀書、讀讀報。這份活不算累，有時候讀完書時間還早，他就陪着爺爺奶奶們聊天，耐心聽他們絮絮叨叨，勞謝陳年舊事，那些壓在心裡太久、悶得快要發酵的陳芝麻爛谷子，說出來對他們也是種釋放。李奶奶是院裡的老人，滿頭銀髮，慈眉善目，穿着總是乾乾淨淨、整整齊齊，氣質特別好。她患有嚴重的眼底黃斑病，視力微弱，幾乎看不清東西。老友每周去讀報，她必來聽，每次結束後都會客氣的道謝，還總誇她念書好聽，抑揚頓挫的像電視裡的播音員。有一次聊天，老友隨口跟她說，自己每次來都會順手帶點吃的投餵院裡的流浪貓，一來二去，那些小貓都認得她了，遠遠看見她過來，就紛紛從藏身的地方跑出來，圍着她的腳邊蹭來蹭去。她說這話時，心裡滿是幸福感，覺得這份志願工作做得格外有意義。從那以後，老友再去敬老院，李奶奶總會提前準備幾根火腿腸或者一盒牛奶，拜託她也替自己餵餵院裡的那些貓。老友當時特別感動，覺得這位老奶奶心腸真好，每次都認認真真把她給的吃的全部分給了流浪貓。沒過多久，有一天老友到敬老院比往常早了半個多小時，院裡靜悄悄的，大多數老人還在房間午睡。陽光正好，他從包裡掏出貓糧，蹲在院子裡的老樹下餵貓。初秋午後的暖陽灑在身上，暖融融的。幾隻流浪貓圍在腳邊，呼嚕呼嚕蹭着褲腿。他正輕輕撫摸着一隻通體烏黑毛茸茸的小奶貓，感受着它溫熱的體溫。眼角餘光忽然瞥見李奶奶拄着拐杖，慢悠悠從走廊裡走出來，想在院子裡曬曬太陽。老友一時興奮，沒多想，一把抱起那隻小黑貓，小跑着湊到李奶奶跟前，笑着說，李奶奶，您看這隻小貓多可愛啊。哪成想李奶奶猝不及防看到湊到跟前的小貓，突然大叫一聲，身子一軟，直直倒在地上，瞬間不省人事。後來老友才知道，李奶奶是被貓嚇得犯了心悸症，幸虧敬老院的醫生搶救及時，總算沒出什麼大礙。她也被敬老院的領導狠狠批評了一頓，說她做事毛手毛腳，不知輕重。老友心裡別提多委屈了，誰能想到明明那麼熱心投餵流浪貓的李奶奶，居然會怕貓怕到這個地步。驚嚇事件過後，李奶奶還是像以前一樣，每次都拜託老友替她餵貓。就這麼又過了小半年，有一天老友讀完報準備走，李奶奶突然叫住了他，她臉上帶着明顯的愧色，輕聲說，小伙子，上次的事嚇着你了吧？這大半年來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，總覺得對不住你。老友趕緊擺手說，都是自己不好，沒提前問清楚他怕貓，冒冒失失嚇着了他，幸好他沒大事。李奶奶重重嘆了口氣，緩緩講起了緣由。小伙子，其實我怕貓是有緣故的。半個多世紀以前，他剛結婚不久，跟愛人住在一間窄小簡陋的平房裡。那個年代物質極度匱乏，能吃一頓飽飯都算是奢侈的願望。
有一年隆冬，愛人的姐姐從東北老家過来出差，給他帶了一些自己灌的臘腸。他把臘腸小心翼翼掛在窗戶根底下，當成了寶貝。有一個大雪紛飛的午後，天地間一片白茫茫，寒風呼嘯着拍打着窗戶，屋裡沒有暖氣，冷得人縮手縮腳。他裹着薄被午睡，迷迷糊糊中忽然聽見窗外傳來窸窸窣窣的響動，像是有東西在撕扯什麼。他猛地驚醒，披上衣裳，走到窗邊，爬着結了冰花的玻璃一看，居然有一只體型不小的大黑貓，正踮着腳扒在窗台邊，叼着他的臘腸使勁啃食。那可是他盼了好久的美味。他當時又氣又急，血一下子湧到頭頂，翻身下床，抄起墙角通火用的鐵鉗子，猛地推開冰冷的窗戶，迎着刺骨的寒風，朝着猫頭狠狠砸了過去。那猫猝不及防，慘叫一聲，從窗台上摔下去，掉進了厚厚的雪地裡。他跟着跑出院門，看見那只黑貓蜷縮在雪地裡，肚子圆鼓鼓的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她懷孕了。可当时他滿腔怒火，滿腦子都是被弄髒的臘腸，根本顧不上這些。盛怒之下，他拿着鐵鉗子劈頭蓋臉朝着蜷縮的黑貓打下去，也不知道打了多久，胳膊都抡得發酸，直到怒火漸漸平息，才气喘吁吁停手。這時候他才發現，那只黑貓已經四肢伸直躺在雪地裡，沒了半點氣息。黑貓的眼睛和耳朵裡都淌出了暗紅的鮮血，在潔白的雪地上暈開一大片，觸目驚心。最讓他一輩子忘不掉的是，那只黑貓至死都沒有閉上眼睛，一雙圓溜溜的眸子睜得大大的，淌着血死死瞪着他。那眼神裡的怨毒和不甘，像是要把他的模樣刻進骨子裡，永世不忘。李奶奶說，黑貓死後第7天，她突然小產了，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懷的孕，孩子就這麼莫名其妙沒了。在那之後的20年裡，她又先後流過4次產，每一次都是毫無徵兆，孩子就突然沒了。最後一次懷孕時，她格外小心，幾乎天天躺在床上不敢動。愛人到處給她找安胎的良方，中西醫結合着進補，可即便如此，她還是在一個冬夜裡再次流產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夢見了那只純黑的大貓。李奶奶的聲音帶着顫抖，她就那麼睜着一雙琥珀色的大眼睛瞪着我。突然，她的鼻子和耳朵里就開始淌血，我尖叫着醒過來，就覺得身下濕黏黏的，小腹一陣陣絞痛。我知道我的孩子又沒了。幾十年光陰匆匆而過，李奶奶說，她時常在午夜夢回時看到那只口鼻流血的黑貓，一言不發地瞪着她。她心裡清清楚楚，自己一輩子無兒無女，都是當年殺貓造下的報應。這些年，她一直盡己所能做善事，想彌補當年的過錯。可她也知道，那只懷着貓崽被她活活打死的黑貓，絕不會輕易放過她。最後，李奶奶眼裡噙着渾濁的老淚，看着老友說，那天你抱着那只小黑貓湊過來，跟當年我打死的那只大貓太像了，我一瞬間就勾起了舊事，才犯了心悸暈過去的。這事不怪你，全是我的問題。那天離開敬老院時，老友心裡五味雜陳，他怎麼看李奶奶都不像是心狠手辣、殘害生灵的惡人，他眼裡交織的悔恨與恐懼，讓人心頭格外難受。等他隔了1周再去敬老院讀報時，卻沒在熟悉的位置看到李奶奶的身影，心裡隱隱不安，拉着旁邊的義工打聽，才得知一個噩耗，李奶奶已經去世了。義工說，就在他們上次懇談往事的那天夜裡，李奶奶就又犯了嚴重的心悸症。凌晨时分，義工查房時發現她的時候，她已經渾身僵直地躺在床上，沒了呼吸。最讓老友頭皮發麻的是，義工壓低了聲音說，李奶奶死的時候眼睛睜得奇大無比，瞳孔都散了，眼神裡滿是極致的驚恐，像是在臨死前看到了什麼讓人魂飛魄散的東西。那模樣，旁人都不敢多看一眼。講完這個故事，老友還有些不好意思，說這素材可能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靈異經歷，未必能讓人感興趣。可我卻覺得，
這種藏在平淡生活裡的說不清道不明的巧合才最耐人尋味。有些傷害一旦造成，就會在世間結下一筆業債，這債不會隨着時光流逝而消散，只有等施暴者付出對等的代價，償還了冤孽，才能兩清。可到了那時候，並沒有什麼贏家，只剩一片虛無，兩两不相欠罷了。說到底，起心動念皆為因果，做人還是要慈悲恭敬，與眾生為善啊。敬老院的黑貓宿怨，讓人感慨因果循環的無常，但最讓人寒毛倒豎的是那些看似无害的白色影子，會在荒地裡悄無聲息地跟着你一步又一步。下一個故事就發生在鄉下的一塊荒田裡，一個年輕人深夜回家的驚魂經歷。故事3：荒田白影隨。我認識一個叫老魏的朋友，下面這個故事就是他親口跟我講的。有一年放假，老魏去鄉下走親戚，他住的地方到親戚家有2條路可走，一條是邊上的十字路，另一條是穿過門口一塊空田地的近路。按理說近路肯定更受歡迎，可奇怪的是，當地的人都像没看見那塊田地一樣，一個個繞着走十字路，神色間還帶着點忌諱。他奶奶也拉着他，非要走那條遠些的石子路。到了親戚家，親戚給了他一個白饅頭。那天在親戚家吃完晚飯，已經是晚上8點多，天完全黑透了。他奶奶還要跟親戚接着聊天，就讓他自己先回去。老魏一口答應，剛拉開門要走，身後傳來親戚的聲音：這麼晚了，讓孩子一個人回去不太好吧？雖然是夏天，可鄉下的晚上格外涼。老魏心裡盤算着，走十字路最少要20分鐘，要是穿過那塊田地直走5分鐘就能到。當時路上空無一人，四周靜得可怕，他滿腦子都是快點回到住處，也沒多想，果斷轉身踏上了那塊田地。田地的泥土沒想象中結實，踩上去軟乎乎的，還帶着傍晚露水的潮氣，深一腳淺一腳，格外費勁。走了沒幾步，一陣微風拂過，他隱約聽到一陣斷斷續續的歌聲，聲音輕飄飄的，像是女人的哼唱，帶着說不出的悲傷和哀怨，模模糊糊，根本聽不清歌詞。那歌声雖說調子還算婉轉，卻讓他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，後脊梁骨陣陣發涼。這黑漆漆的田地裡，除了前後2處房子透來的微弱燈光，連個樹影都看不清。哪兒來的歌聲？周圍靜得可怕，只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聲和心跳聲。那詭異的歌聲就夾雜在風聲裡，時有時無。他趕緊從褲子口袋掏出手機，打開手電筒照亮，可手機的光線很弱，只能照亮腳下一小片地方。他借着微弱的光往旁邊瞥了一眼，隱約看到有個穿白衣服的人站在不遠處，看着像是個女人。這大晚上的，誰會在這待着？老魏嘟囔了一句，沒敢多停留，加快腳步往前走。又走了幾步，他下意識再往那個方向看了一眼，瞬間愣住了。那個人居然離自己近了不少，而且根本不是穿白衣服的女人，而是一個純白色的類似影子的東西，隱約能看出人形，卻沒有半點輪廓。老魏心裡頓時升起一股寒意，不敢再看，猛地轉過頭，埋着頭往前衝。跑了一段路，他的肺都要炸了，實在忍不住停下來，扶着膝蓋大口喘氣，同時下意識地回頭望了一眼，身後黑乎乎的一片，只有風吹過莊稼桿的沙沙聲。剛才那個白色影子不見了，他鬆了一大口氣，抬手擦了擦額頭上的冷汗，剛要轉身繼續往前走，眼角餘光忽然瞥見一抹白，瞬間嚇得差點叫出聲來。那個白色的影子居然就跟在他身後，離他不到2步了，幾乎要貼到他的背上了。那影子輕飄飄的，沒有任何五官，就只是一個模糊的白色人形，在黑暗裡格外醒目，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，連周圍的空氣都像是降了幾度。老魏嚇得魂飛魄散，頭髮都豎了起來，尖叫一聲，瘋了似的往前衝，一刻都不敢停，怕能清晰地感覺到身後有一陣陰冷的風跟着自己，
吹得後脖子和後背涼飕飕的，像是有人在背後對着他吹氣。那股寒氣直往骨頭縫裡鑽，原本以為5分鐘就能走完的路，此刻就變得無比漫長。他跑了很久很久，雙腿都像灌了铅一樣沉住，每一步都異常艱難。中途好像有什麼東西從口袋裡掉了出来，發出啪嗒一聲轻響，可他根本不敢回頭看，也不敢停下来撿，只顧着拼盡全身力气往前奔，腦子裡只有一个念头：快點跑出去，快點到家。直到腳下的泥土變成了硬邦邦的十字路，老魏才渾身脫力地停下來，抬頭一看，住的地方就在眼前。他大口喘着氣，顫抖着回頭望了一眼，身後空空如也，那個白色影子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他連滾帶爬進了房間，往床上一躺，腦袋裡嗡嗡作響，朦朦朧朧就睡着了。第二天醒來，他發現親戚和奶奶都在房間裡，神色都很凝重。親戚指着他的褲子讓他自己看，老魏低頭一看，頓時嚇傻了。褲子口袋的位置印着密密麻麻的白色手印，指節分明，清晰的嚇人，像是有人隔着口袋死死攥住了他。後來他才從親戚嘴裡得知，那塊田地特別邪門，地下埋着一座無名墳，不知道是哪年的孤魂一直守在那裡。之前也有走過那條路的人說，看到過白色的女人影子，還聽過女人的歌聲。那塊地曾經有人試着種過莊稼，可播下去的種子不管怎麼照料，最後都會莫名枯萎，寸草不生。第二天離開的時候，老魏特意又看了一眼那塊田地，發現昨天親戚給的那個白饅頭安安靜靜地躺在田地裡，白白的一片，在泥土裡格外顯眼。親戚告訴他，那個饅頭所在的位置正好就是那座無名墳的墳前。3個故事今天就講到這裡，每一個都在提醒我們，世間萬物皆有靈，有些債一旦欠下就再也還不清。喜歡這期內容的小夥伴，記得幫老姜點個讚，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如果你也有讓你無法解釋甚至毛骨悚然的親身經歷，或者聽過身邊朋友的恐怖遭遇，歡迎投稿到頻道下方的投稿表單，或者直接在評論區留言，老姜會認真閱讀並挑選合適的故事，在節目裡用第一人稱幫你講出來，讓更多人一起寒一個晚上。下期不見不散，晚安，做個好夢哦。